这已经是少女第12次表白被拒了。没想到原因竟是哥哥从中破坏。他再次找到剑道社社长，说这次哥哥不会妨碍他们。男人一听放下心来答应，下一秒就准备来个世纪之吻。尾随的梁太一看急了，直接纵身跃下天桥，上去就给了男人一拳，说让他把外面的女友处理好再来招惹他妹。小花的恋爱脑瞬间清醒，原来剑道男是个渣男，之前他错怪他哥了。他上前环抱住梁太道歉，还说要请他吃甜甜圈，但因为人太多，所以梁太负责排队，他负责在周边闲逛。这时大马路突然跑来一条掉链子的狗，小花赶紧拉住狗绳，巧的是它的主人也正好赶来。为了以示谢意，他如王子般的亲吻了小花的手，引得周围女生兴奋尖叫。而此时的小花恋爱脑又发作了，还好梁太及时上前阻止，才将放花痴的妹妹带走。路上，小花陷入恋爱风暴的样子让梁太很不爽，但她好不容易有这么个邂逅，哪怕只当一天男朋友也是好的。梁太不明白为什么他这么痴迷，问他是不是个男的就行，但小花却称这次是真爱。梁太一听，立马公主抱将小花抬上床，然后温柔地抚摸脸庞。着きましたよ、プリンセス。やっぱ誰でもいいんじゃねえか。他告诉小花，既然这样都能心动，那肯定对狗男也不是一见钟情。隔天，小花还是把狗男约了出来，还没开始表白就被大哥拦了下来，指着他的鼻子说抢了自己的女友，还有脸找别的女人，这不是活脱脱的挑衅吗？说完就给了狗男一脚。这时梁太突然蹦出来救场，3下5除2就干掉了这群小弟。而闺蜜也发现坐在地上的人是哥哥，劝她不要欺骗女生的感情，特别小花还是自己的闺蜜，但狗男渣就要渣到底。僕にとって恋愛はゲームなんだ。難攻不落の。ごめん。僕を好きな子には興味がない。小花虽然表面上很难过，但第二天当邻家哥哥开着豪车来接她时，立马就沦陷了，而且对方还是她第一次告白被拒的初恋。在家族玛丽甩掉跟随的哥哥后，他送了他一份贵重的礼物，然后把人带去见了相亲对象，骗他说小花是他的未婚妻，还当众吻了他，帮他挡住飞来横祸。这一系列帅气操作加上吻后的心动，令小花心花怒放的回去跟哥哥说，这次真的遇见真爱了，况且对方还是初恋，这种心动非常合理。而梁太为了拯救他的恋爱脑，捧住他的脸就想跃跃欲试，看着小花闭上的眼，男人更加确信他的来者不拒，并不是真的爱上谁。第二天，小花准备去医院向初恋告白，但对方却让她忘了那个吻，说当时只是为了应付那个女的，真正的吻不是那样子的。小花面露失望，但狗男的出现激起了初恋的好胜心，又说订婚是真的，连小花都有点懵，幸福来得太突然，完全忘了刚才还被甩了。在打盹的时候，初恋捏着她的脸微微出神，像是蕴含了特殊的感情。在小花醒后，还问她想不想遵守订的娃娃亲。お前のこと本気で好きになってもいいか。哥哥的到来打断了这次亲吻，但小花还是往心里去了，拿着花就准备向初恋告白。不过随后就看见了令人心痛的一幕，他又被甩了，而且还让他见识了真正意义上的吻。跟随他的梁太十分心疼，用手掌蒙住了他的眼睛，让他在他怀里流泪就好。晚上，梁太主动找到初恋，让他适可而止。要是再欺骗他妹妹，他就要动手了。但初恋丝毫不惧，还调侃他是不是喜欢上了小花。梁太一听有些莫名的紧张，急忙否认他只是护短。但巧的是，他爸刚好告诉他小花是领养的，并不存在血缘关系。梁太一听心情很复杂，心里的感受更加笃定。第二天，小花来上课时遇到了一个英语老师，老师壁咚地向他打招呼，又触动了他的恋爱脑。这时狗男突然像是想通了，急切地跑来告诉小花，说自己真的爱上她了，要正式开始追求她。而初恋这时也合时宜地赶到，说经过深思熟虑后，还是无法忘掉她，决定这次要认真地谈场恋爱。梁太一听不爽了，她很珍视她的妹妹，所以要想正式追求她的话，必须先经过她的同意。而躲在后面的英语老师也决定加入战局，特意每天埋伏，就是为了等到小花走楼梯跌倒时，跑出来英雄救美。大丈夫か？男人将小花公主抱去医务室，不仅如此，只要是小花能出现的地方，他就开始无限壁咚，还绅士地用英语跟她表白。可惜小花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接着这边的狗男也开始展开攻势，先是和所有追求他的女生断绝往来，然后特意把狗牵来找小花搭话，吸引她的注意力，顺便提出跟她交往。但还没等小花答复，哥哥梁太就骑着车赶来了，让她离他妹远一点。但狗男这次是认真的，他坚定地说一定会让小花幸福。回去后，小花还沉浸在是选狗男还是英语老师的困扰中，下一秒就被偷偷上前的梁太吃了西瓜。他对于小花的开心很是吃醋，索性一把将西瓜抢过来戏弄她。打闹之际，梁太越来越不爽，紧逼的步子直接将小花捉东了，途中还不允许她起来，就这样一直盯着她，越来越靠近。不巧的是，这时初恋出现了，小花一把使劲推开哥哥朝他奔去。不过这次他是来找梁太的，问他是不是还没把小花收养的事告诉他，而且大胆猜想
在梁太得知真相后，一定是爱上了小花。梁太大胆承认，但还是不允许他将此事告诉小花。这下初恋觉得有意思了，并表示他会把小花抢过来，两人就此宣战。晚上，梁太怕小花着凉，给他盖上毯子，但被小花一把推开。梁太再次给他盖上时，小花开始说梦话，让梁太很是吃醋。他轻轻抚摸着小花的脸，越来越凑近，但最后还是忍住了。第二天，狗男给小花发消息说是去庙会，与此同时，初恋也发来消息说准备去庙会。而后梁太也不甘示弱，立马整装待发，亲自为小花保驾护航。三个男人撞见了也不尴尬，开始争夺和小花的约会权。小花不知所措，大家也只好决定轮流来，一个人最多15分钟。第一位是狗男，他还特地搂着小花的腰，时不时吐出一些令人脸红心跳的话语，令小花十分害羞。他们一起捞了金鱼，小花也见识到了他天真的一面。在最后时间快到时，他真诚地说想和他在一起。接着第二位是梁太，逛着逛着，他突然停下脚步，对小花说一起私奔吧。小花满脸疑惑，以为他在开玩笑，便拉着他的手准备继续逛，但此时梁太却反拽过手，深深地凝望着他，直到初恋跑过来打断，小花才回过神，看着渐行渐远的两人，亲密的举止刺痛他的心，但也无可奈何。两人去庙会祈福，小花大声地将心愿说出，希望老天能赐予她一个男朋友。初恋听后将头凑了过去，再一次吻住了小花，用行动表示了你要的男朋友就在面前。小花十分心动地接受，但就在准备回去时，不小心从台阶上滑倒，正好摔进了梁太的怀里。但梁太摔得不轻，好在有初恋这个医生，很快就将他送进了医院。此时狗男也前来询问近况，小花正好趁势告诉他自己已经决定和初恋交往了，委婉地表示拒绝。就这样，狗男第一个退出了。回去后，因为梁太受伤不方便，小花便帮他擦拭手臂，顺便戴上眼罩，因为接下来要帮他洗头。但洗到一半，小花一不小心踩到了肥皂，直接飞进了浴缸里。梁太有些郁闷，但还是快速拿过毛巾，怕他着凉，顺便从背后抱住他。小花回房间后陷入沉思，因为她真的心动了，但理智告诉她不行，所以逼自己全身心投入和初恋交往，想借此忘了梁太。但越是刻意越是在意，一看到梁太和别的女生在一起，她心里就有些不愉快，而且无法控制自己，将目光从梁太身上移开，心里乱糟糟的，甚至和初恋约会时，脑子里想的都是梁太的身影。面对男人的搭话，也只是敷衍的回答几句。晚上临走前，初恋想进一步发展关系，但小花这时突然清醒，说自己还没准备好。这时初恋算是明白了，于是气愤地说他是不是爱上了那个无血缘关系的梁太。小花还不相信这个事实，在对方认真的态度下，她快速地跑回家想问清楚。回去后，这个事实也被梁太轻松确认。小花对自己是养女感到十分难过，梁太看了也非常心疼，握着她的手安慰她，即使不是亲生的，大家也会像之前一样爱你。最后在梁太的钢琴声下，小花逐渐恢复了笑颜。第二天，英语老师莫名其妙地跳出来，说自己不当老师了，所以他们之间完全是有可能的，比如说谈个恋爱。此时的小花压根不在意他，而是被其中的话给点醒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他跟梁太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呢？所以就在他准备去和初恋分手时，梁太也正好在现场谈判。他很霸气地说要把小花从他身边抢过来。初恋听后也没有什么表情，他早就知道小花在偷听了。当得知两人都约见他时，他巧妙地把地点约在了同一地方，为的就是这一刻。既然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他便选择了退出。最后互相告白的两人终于是走到了一起。回去后，他们鼓起勇气告诉父母，父母倒是很开心，因为小花这下真的成为他们的女儿了。而梁太也坏心眼地告诉他，其实初恋对象应该是他才对，小时候吵着要嫁给他，他可是当真了。おにかわいい。